大家好，我是游子。雨过天晴，今天我出去准备采蚕豆了，蚕豆可以吃了。Sam 是天天念着什么时候可以吃了？我怎么看到有好多很大很大的蚕豆啊？我说今天一定给你吃的满意，吃的过瘾，吃的你3天都不要再跟我说吃蚕豆了。里里外外我把比较大的摘下来，摘的时候一定要用手好好的摁一下。摁哪一个呢？不是摁第一个豆，是摁最后一个豆。如果最后一个豆你摸上去硬的，那这一颗就可以采了。就是有的熟了，有的还没熟呢。一般蚕豆呢，总是从下面开花开到上面，也是从下面开始结豆结到上面，所以先摘下面的再摘上面的。我看了日本豆基本上好多都可以吃了，但是中国的豆也就是本地豆吧不能吃。昨天有朋友问我本地豆好吃还是日本豆好吃，好多东西真的是没办法回答的。为什么呢？每个人的口感吃的东西的要求不一样。我呢是属于比较刁的，像这样的日本豆呢，我是种了给 Sam 吃的。他吃什么只要是豆只要是蚕豆，他觉得都好吃的。但是呢，我要吃本地豆，因为我觉得日本豆呢，它吃出来不是很糯，就是一般的豆吧，也不粉也不糯。本地豆就不一样了，吃起来它是糯糯的。但是本地豆的产量很低它一节只有大概2粒豆。你看这一节少的5个豆，多的有一个是9个豆。我记得在上海，我外婆经常去买豆嘛，她总是要找本地豆她叫这种日本豆，那个时候也没有日本豆叫克豆。克豆呢大概有3个到4个不会再多了，不像这个日本的豆它有7个8个这样的。本地豆呢只有2个，甚至于有的只有1个，但是真的味道不一样。我妈吃东西是碰到我这个人呢跟着吃出来的呗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有吃总比没吃好。以前都是吃冰冻的蚕豆现在有新鲜的蚕豆吃了，还是很不错的。那也有网友问我，蚕豆现在能不能再种？在洛杉矶还是可以种的。如果是在加拿大呀，或者是纽约还有澳大利亚，这个季节是种蚕豆最好的季节了。那洛杉矶的朋友如果要种蚕豆，就尽量种在阴凉的地方。昨天正好有朋友要去苗圃嘛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你看看有没有蚕豆苗，如果有蚕豆苗的话，那就说明还能种，但是绝对不能种在大太阳底下的。产量有可能因为天热会少一点，但是还是有的吃的。因为我觉得今年我的蚕豆种的不是很多，地不够嘛，所以呢我又叫他帮我买了，种了一批。你看我都是靠墙种的，因为靠墙的地方比较阴凉嘛，不会很久有大太阳的。前面种的是草头，因为草头是地上平长的，蚕豆是往上长的，所以它们不冲突。另外这一批地吧，我没有种过豆，植物还是要轮作比较好。再来看看这个蚕豆，你看剥出来头上这条黑的地方这个头不要要扔了，苦的。但是这个头上如果它颜色是黑的，那就说明老了。现在全是绿的，所以说明它很嫩，也就是它都可以吃。如果它头上黑了，可以把头上这点皮扒掉。如果整个你觉得老了，你可以把整个皮全都扒了，做豆瓣吃。我呢是做了好多蚕豆的这个视频，怎么做我可以把这些视频连接放在下面，你们可以去看看。今天呢我是想把这个蚕豆用最传统最简单的方法来做。先我烧了1壶那个开水因为蚕豆做的时候它需要开水，
把蚕豆呢大的壳剥了以后，把里边头上把它剥掉，那条是苦的，一定要剥掉，不要嫌麻烦啊。这些蚕豆壳是最好的氮肥。我一般呢都是这样，把它剥下来放在塑料袋，把它扎紧了以后就扔在边上，你都不用去管它，虫也不喜欢这个味道的，它过段时间就全部发黑了你也可以直接就倒到堆肥桶里去，跟堆肥所有的厨余啊、叶子啊什么混在一起，蚕豆到最后杆子跟根都可以放到堆肥桶里去堆肥，你也可以直接埋在地里呢，它就是变成土了以后，它就是最好的氮肥。我看过一个视频，是一个英国人，他买了一批农场吧，很大，他就是撒了好多豌豆，撒了好多蚕豆。豌豆他根本不吃的，蚕豆他也不吃的。蚕豆大概长到2个 foot 快要开花的时候他就翻土，用拖拉机翻土，把这些豌豆苗还有蚕豆的这些枝干啊、叶子啊，全都埋到了地里边。这就是最好的氮肥。他种什么菜呢？全部是生菜。他供应好多大超市这些生菜。生菜它是什么呢？它不是拔的，它是人工剪的，所以很干净。剪了以后当场清洗好、切好，就放到塑料袋里抽空气，就送到超市，很新鲜的。它这个种植方法真的省好多钱呐。昨天有朋友在群里晒出来，她老公去商店里买了这么一大堆的这个垃圾桶。那有朋友就说，你这个垃圾桶堆肥为什么不用堆肥桶呢？那我这里就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垃圾桶呢，一个呢体积比较小，就便宜。你要去买堆肥桶，其实有好多堆肥桶是不好用的，我试过这种摇的，根本就摇不动，后来摇断了。这不说，然后也堆不了多少东西，你东西都堆满了，有的根本都没熟。我买那么10几个桶，要比一个堆肥桶便宜。你买一个堆肥桶有的要$400，你还不如买10个这样的桶，又便宜，大概200-300就可以了。你可以一个堆满了，堆另外一个，等你10个桶全都堆满了，第一个桶就可以用了，而且又小又轻松。那也有朋友说，我就用那个大的垃圾桶，我们不是每家都有这种绿的垃圾桶吗？我说这个呢，我也试过。我呢是把我们家割的那个 IV 还有一些草往里边扔，厨余什么都往里边扔，但是怎么扔也扔不完，扔了大概差不多大半年了，好像还是绿的。为什么？它好的是在下面，那不好的因为是你天天在扔嘛，所以呢就让你自己感觉怎么堆不熟的，其实它下面已经熟了。那你怎么拿出来？你得把它全部倒出来，再把下面拿出来，再把没好的再放进去，这样很累另外垃圾桶每家只有一个根本就不够的，如果你要再买一个的话，那就很贵的。所以呢我呢就想出来了这个办法。其实大家走过的弯路，现在在走的都是我之前走过的弯路，信不信由你啦。我只是告诉你我的经验。我曾经还用最便宜的方法$25买了40个 construction 的那个塑料袋。最早的时候就是堆的叶子、蚕豆的杆子，确实都堆成土了，但是实在是很不雅观甚至有的动物呢它还来挖。所以呢我最后还是选了这样的小的垃圾桶。这里给你们介绍我家的3种垃圾堆肥桶。这个是最大的一种，40gallon，差不多要$40我觉得这个有点重，还是太大了一点。当全部的堆肥堆满的时候，它这个轮子根本就没办法就是驮那么重那么大的那个垃圾箱。其实它要比我们平时倒垃圾的那垃圾箱要小很多了。你看只到这个
男人的这个大腿那里，但是40加仑堆满我已经觉得很重了。后来我又去买了另外一种32加仑，差不多27美金。其实我之前买大概就19块吧，现在也是涨价了。这个呢我还觉得重，但是要比前面那个呢要好很多，而且它那个盖子是可以扣上面，可以完全打开，然后再把它扣住的。前面的2种我各有5个，后来我又去买了这种小的，买了4个，因为它那个时候没货了，那个时候买才14美金。我觉得这个是最合适我的，虽然它没有轮子但是我可以用推车来搬到前院去，因为它不是很重，而且它堆起来成就感很快。所以呢，如果你买它个10个5个放前院，5个放后院，或者全都放后院，看上去又整齐又干净。第一个呢，我觉得它 too deep， 所以我要拿这个东西出来要挖，先要挖掉一半，然后再把它倒出来，因为又重嘛。像这个呢，我就是挖也是很轻的，就是倒也是很轻我觉得这个比较合适我，但不一定合适你。这里再说一下我这些桶都是不开洞的，所有堆进去的东西呢，如果很湿的话，我是不会堆里边的，我会晒一下再堆进去，最后呢放一些干的旧土。真的自己堆肥又省了买土的钱，又省了买肥的钱。当然你还可以综合一些别的，比方说鸡肥蚯蚓肥来更丰富你的土壤。我的蚕豆都已经剥完了，现在只要在水里边稍微清洗一下就可以开始做了。记得蚕豆剥好了最好马上就烧，因为你要是剥好了放在那里的话，我记得我外婆是剥好了放一条湿的毛巾盖在上面，就让它不要马上老，因为它接触了空气以后就会干燥，这个皮就不好吃了。蚕豆的皮营养也是很好的，所以尽量马上就烧掉吧。现在你看，我就把这样的袋子扎紧了，就可以扔在你想扔的地方，它就过段时间就变成黑的土了。我还是会拿出去放到堆肥桶里，因为这样的塑料袋你放在地上的话，很容易就引来鼻涕虫这些虫的，因为他们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他们就喜欢钻在这种地方。所以你要找鼻涕虫也好，西瓜虫也好，都在盆的底下找，边上几乎你也看不到的，只有在它的底下你会找到这些虫。找到了以后，你就在这些地方撒盐，鼻涕虫碰到盐它就死的。还有撒醋，醋嘛没多久它就挥发掉了。我还是觉得撒盐，还有撒草木灰，但是要注意盐跟醋不要碰到植物。如果你没有草木灰的，我再教你们一个方法，这也是我这个朋友在网上买的这把火枪。它这个火枪要比我之前做视频的那种煤气罐的火枪力还要大，因为他们家的地很大，种植床都是差不多要4×8这么长的，所以呢你在种之前把土翻一下晒一下了以后，用这个火枪呢把这个土烧一遍，它就会有草木灰出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土好多都是盆栽土嘛，它是用木屑什么做出来的，所以你一烧它就有草木灰出来。那个些虫呢，一个虫子也给它烧死了，另外一个呢它有这种草木灰的味道在那里边。白蝴蝶还有一些地老虎有的是烧死了，有的它就不会在那里撒籽。地老虎是什么蝴蝶呢？是这种花的很大的很漂亮的蝴蝶这2种蝴蝶它闻到草木灰它就不愿意来撒籽，因为小苗跟籽你都要很好的去保护它。土要是不干净，有虫子或者是小苗你的土不干净的话，它们很有可能就是夭折了，就会死的。看这个火枪厉害吧，地上草也给你烧死了，
这个我真的要跟 Sam 说了，你这个用那个机器打线，不知道给它打断多少，但是根没死啊，你还不如用火枪呢。火枪啊，它可以把根也烧死。这是我买的火枪，就是头上一个枪你买回来以后呢，再要去买下面这个 gas， 这个就是吃火锅的这个 gas， 装到这个枪上，它可以拧大拧小，拿起来比较方便，用起来也比较方便，但是绝对力没有我朋友这个力那么好，用起来它这个烧起这个面积啊，也不会烧得很大，要慢慢的烧。这是一个20嘎楞的种植床，你看看这上面在动的都是西瓜虫，这些西瓜虫你看不到的还有西瓜虫子，还有小 baby 但是呢你用这个枪一扫啊，大大小小全都死了。你看这些盆栽土啊，好多都是小木头，你把它烧了以后啊，它就变成草木灰了。当然我这个枪啊还有我烧的时间啊都不够长，力不够大，最好是朋友这个火枪那厉害，但是烧火枪一定要小心，像我这种是布袋那个火枪有可能会把布袋也烧个洞，因为我以前烧过一个洞，那个塑料棚也给我烧过一个洞，所以一定要小心这个问题如果是在地上水泥周围那就不怕，还有我那个种植床它是这种铁的，那也没有问题。反正就烧好了以后就是那个焦的味道蛮厉害的，虫真的烧掉不少。所以这个方法呢我还是很提倡的至于你买小的火枪还是大的火枪，那就看你这个情况。我刚刚还在跟 Sam 说，我说你要看看这把枪吗？要不我们去买一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家都是水泥地啊，那水泥地呢，因为洛杉矶是地震带嘛，它的水泥一定要一块块稍微割开割一条缝的，但这个缝呢就麻烦了，经常会长一些草出来，很难拔很难除。这个方法好把它烧死它就不会再长了，或者是过时间久一点再长。尤其是春天的时候烧一下呢，虫会烧掉不少。这2把枪呢 Amazon 都有买的，你们可以试试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来看看我是怎么煮这个蚕豆的。铁锅里边放点油，我就把蚕豆放下去，蚕豆里放一点盐，先让它入味，来翻炒一下，就可以加上一些热的开水，放到能摸掉这个豆不要很多跟它平行就行了。盖上盖，让它把豆先煮熟。那怎么看这个豆是熟了呢？透过玻璃能看到这个豆壳爆开来了。记得不管煮什么豆，一定要煮熟才能吃，没有煮熟的话，它有可能是有毒的前几天我刷屏看到一篇文章，就说黄豆放在机器里打了以后，就是破壁机打了以后就变成豆浆嘛。他说长期吃的话对身体不好，因为破壁机这个黄豆其实还没有煮好，最好是破壁机煮了以后呢，再把它煮开，再煮一会儿，让它完全煮熟了再喝。你看这个豆好多都已经爆开了，有的已经脱壳了，这就是熟了。现在放一把葱，让它有点香味儿稍微翻炒一下，收下汁就可以起锅了。这是一个最简单的煮蚕豆的方法。因为有些朋友跟我说，我从来没吃过蚕豆，怎么煮就是这样煮的。我也看了如果在WE网站上买的话，差不多$4一磅蚕豆，而且是带壳的，剥出来1磅有可能还没我这1碗多呢。好啦，蚕豆就煮完了。中午 Sam 吃了一半，他一边吃一边跟我说，不要给别人蚕豆我都要吃的。我说不会给别人，我说我已经买了苗了，再种一批。我也是第一次种了2季这个蚕豆，看看
春天种的蚕豆，他们会结得怎么样？我也急着抢过碗，想来试试这个蚕豆什么味道。It's being sweet. Damn. Little bit sweet. Can't believe it. 我一口气往嘴里塞了差不多7、8个豆。我跟你说啊，我没放糖，你们都看到就放了一点盐，对不对？吃出来这个豆是甜的。真的自己得种蚕豆，没想到这个日本蚕豆还是很好吃的。虽然它的口感啊不是那种糯的，但是自己种出来的东西，我又吃了我自己这个种的菠菜，这2样东西啊，真的，我天哪，我又拿过来了，又吃了，太好吃了这个蚕豆。我今天就没吃饭，就是把这个蚕豆当饭吃了。Sam 说：“你能不能给我留下？”我说：“你放心，今天一顿我们把这1碗全都吃了。我菜地里还有。”吃完饭 ，Sam 说：“要不要去海边逛一圈？”我说：“可以啊。”但是他给我送上来什么 ？ice cream。他说：“我要把它吃完，我要重新去买另一个口味的。”我说：“那你也不能老让我吃这些东西啊！我这些东西吃了很胖的，医生已经说我有点分量超了。”他说：“没关系的，白天吃，我们去运动一下就没了。”今天好多人都出来，有走路的，骑自行车的，空气特别的好，可以这么说吧。来一下海边，做一下深呼吸，就感觉特别的爽。风还是有一点大哦，走路的人也不少啊。Sam 也去走路了。我想把一些西瓜籽，还有什么瓜类的，还有茄子、杭椒籽，全都准备撒到盆里让它育苗。茄子我只种杭椒，杭州的那个茄子。辣椒呢是杭椒，去年买的。撒了一半籽下去，大概就出了2颗。这个籽的发苗率不是很高。我跟 Sam 说，我还有好多事要做，明天给大家看我怎么育这些苗。朋友帮我买了3种草莓，我现在还没地方种。这3种草莓，他说味道都不一样，准备把它们种在我的小的种植床里，把生菜、莴笋收了。种草莓。另外这是朋友发的冬瓜籽，这个是大冬瓜，需要地方的。我本来想拿个6颗，万一有死的嘛，至少有2颗活就够了。没想到他给我那么多，我是不会掐死小苗的，就像动物一样，我会好好的保护起来。所以我拿了盆，把它们全都种起来，差不多有18盆吧。到时候看，如果有多余的，你想要的可以来问我要。好了，在海边也逛够了，一边逛一边想着回家做什么。天好了，大家都等着太阳出来，所以 Sam 说你看看，人要比平时多了，停车也是比较难停，我们还算是 lucky 的，还是有不少人你看出来骑自行车的。这种平地我大概还能骑吧，但是 Sam 现在年纪大了，我们还是做一些平地走走路吧，不做这些危险动作啊，这些都是年轻人玩的玩意儿。好吧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谢谢你的关注。有空带你的孩子、家人来海边走走，真的好舒服，好爽哦。